也就是我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都照旧把你当成正常女人看待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觉得你就是个坑，而且还是个大深坑，不，沼泽地，一脚踏进去就拔不出来的那种。你确定深坑不是你吗？让人拔不出来的沼泽地也是你？不要脸！你力气再大再了不起，也是我妻子，生了我的娃，以后我还要让你继续生。对啊，我借机生个蛋，谢谢啦。行了，吵也吵过了，打也打过了，再等我今夜，我会给你交代。言罢转身就往外走。谁让你走了？站住！柳枝和莲枝火速从角落里钻出来。少夫人，别生气了，生气伤身。叫我五小姐。五小姐，人都走远了，咱们别闹了。奴婢伺候您沐浴啊，再用香膏退一退。您这几天也累狠了，好好歇一觉。这个主意好，谭悠悠立刻跟着可爱的柳枝小姐姐沐浴去了。经过最初的不讲道理和哭闹之后，安乐侯现在是以沉默对抗一切。父亲既然不肯直面此事，非得这样闹的，让大家都不好过日子，儿子便如了您的意。明日早起，我就与轩轩他娘和离，轩轩也归他管。我这些年打拼下的家业，划一半给他们娘俩过活，留一半给您养老。安置妥当你们，我便入宫向陛下坦诚一切，将那件事的前因后果全都应承在自己头上。子代父过，父债子偿，陛下要杀要剐都认下，一劳永逸，让人再不能借此生事害人。您可以安心过日子，再不怕陛下找您算账。轩轩他娘和其他人不同，可谓女中豪杰。她答应过我不与父亲计较，那便是真不计较。她聪慧能干，深得寿王妃小郭夫人喜欢。她护得住轩轩，没有轩轩拖累父亲，父亲大可长命百岁。只是儿子要烦劳您再操点心，我死了后，请您把我葬在母亲身边。胡说八道！你胡说八道！裴荣将他扶了躺好，跪下去磕头，还望父亲息怒。儿子不孝，这就去写和离书，写息产书了。我不许你去！你去把谭氏叫来，我给他赔礼，我给他赔礼，是我错了，可以了吗？不用委屈您，您生我养我一场，怎么能让您委屈呢？给小辈赔礼，太难为您了。儿子不想对您不孝，却也不想对轩轩他娘不义，舍了自己才是最好的。裴荣起身往外，身后传来很大动静，像是什么东西掉落到地上，他也没管，不回头的继续向前。侯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世子，不好了，侯爷晕厥过去了。白日里大夫开的有应急用的药丸，喂一颗就好。世子不能走啊，妾身心里害怕，侯爷年纪大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。那也是命，姨娘最好有所准备。待我入宫之后，说不定父亲还会气死急死。届时你先换大夫，再叫少夫人帮忙，总能把后事办好。万一办不好，那也是命。人生在世，要认命。世子为何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？该发生的总会发生，与说出来与否并无太大关系。父亲此刻昏厥，你也不必慌张，慢慢就习惯了。世子！李姨娘眼睁睁看着裴荣就这么走了，急得没办法，无意识地抓着安乐侯的手一阵猛掐。哎呦，干什么？你个蠢货！我养的好儿子，果然铁石心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，侯爷？妾身只是个妇道人家，什么都不懂。你们这样死啊活的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你去给我盯着，看他接下来都在做些什么。
妾身乃是内宅寻常妇人，初来乍到，哪里敢去盯世子爷的梢呢？让人看到还不知会说出什么难听话，少夫人也不是好相遇的。我让你去看相光做什么？和少夫人是否好相遇有什么关系？你扯他做什么？李姨娘委屈巴巴地往外走，办法是人想的，她做不到，让家中相熟的管事去看看总是可以的。裴荣回到书房，当真坐下来写和离书和析产书，写好又叫廖祥签字画押做见证，还让小五帮着收拾进宫要穿的衣裳，忙忙碌碌的，搞得很有那么一回事。真在做，没骗你。安乐侯气得脸嘴铁青，正想着该如何应对，裴荣来了。父亲看看，以便心中有数。天亮之后，儿子会请街坊邻居做见证，再送去衙门备案，这事儿就算了结。安乐侯一瞅，并不是一时之间突发奇想，随便弄了弄糊弄自己的，当即就想撕烂了事。父亲想撕就撕吧，撕了痛快。儿子方才一共抄了4分。我赔礼，我真心赔礼，只要他接受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可是儿子不想委屈父亲呢。扶我起来，我亲自去寻他赔礼。安乐侯挣扎起身，却被裴荣摁住。父亲消停些吧，半夜3更的，我怕吓着他们娘俩。轩轩还那么小，受不得惊吓。我还老了呢。现在请父亲将那2封信的内容说给儿子听吧。第1封信说了你和郭丈夫闹的事，你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有大事总瞒着，生死攸关也不吭气。我看了很是害怕，怪儿媳妇不肯与我说，她一个年少的妇道人家能做什么，净瞎闹。也是运气好，不然真是害了你。你若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为父也不能活了。父亲的心儿子知道，请您继续说正事。信里又说，陛下在你身边放了毯子，为父真是日夜不安，就怕你们年轻不懂事，做出什么犯了忌讳的事，惹得龙颜大怒，抄家灭族。父亲多虑了，我们只有家没有族，最多就是我父子2人一死而已，其余族人也是陛下的宗族，安全得很。第2封信说了知夜和从前那件事，又说谭氏怀恨在心，先是弄死了知夜，再一心只想把你哄好了一起对付我，想让我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死去。你自来嫉恶如仇，还如此宠爱放纵的，为了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定会被他蛊惑蒙蔽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所以您就天天瞎折腾，能得什么好处？只是让轩轩娘更反感您。要我就天天哄着她，她心软。只有2天2夜而已，而且我是真病了，真被吓坏了。他让大鹅雕我，是真有其事对吧？他把知夜弄死，也是真有其事吧？这叫心软。你终于肯承认他确实烦我嫌弃我了，你就护着他吧。看我病得要死，吓得半死，也不肯说他半句不好。你呀，你是色灵智昏，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。安乐侯抱怨着，又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同时还往上翻白眼。裴荣长叹一声，塞个药丸到他嘴里，坐等天亮。小姐快醒醒，快醒醒，有大事要事不得了的新奇事。什么事啊？老侯爷来了，说是来看您和大小姐，这会儿世子正陪着在隔壁看孩子呢。什么？孩子？隔壁？轩轩什么时候去的隔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小姐，您睡糊涂了吧？大小姐天快亮时饿了，
奴婢抱去隔壁交给乳娘喂奶换尿布，之后就留在了那边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再睡会儿。别这样围着我，水泄不通的闷得慌。啊，你还不起来吗？我也病了，哎呀，喘不过气来呢。你们赶紧走呢，别吵我，不然会死人的呢。哎呀，我的胸好闷啊，肚好痛，哎呀，心也好痛。您继续睡吧，奴婢不管了。哎呦呦，我好怕爬哦。谢谢您啊，出门记得把门关好。别让人进来找到我。负责把风的莲枝把嗓子都咳哑了。裴荣淡淡道：“看来大家都病了，稍后把大夫请来，给所有人看一遍，开个方子，熬大锅药分着吃。”不用了。裴荣示意他和柳枝退出去，自己走到床边，将手伸进被窝里，轻车熟路地抓住谭悠悠的脚踝，用力往外拖。谭悠悠就被他拽了出来，他也不说话，俯身压上去，低着头就开始搞小动作。谭悠悠勃然大怒，反手将他掀翻下去，用膝盖压着，冷飕飕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“我病了。”“要做什么？摆明君吗？”“父亲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。”“不用了，好意我心领了。”谭悠悠无所谓的很，光是耍嘴皮子有毛用。裴荣拉着他的手各种拨弄。“悠悠，给我个面子。”“你有面子吗？”“给轩轩一个面子。”“这还差不多。可我没梳洗呢，要装扮妥当，至少也小半个时辰呢。”“没关系。”“可是我怕公爹等不及呢，毕竟他病着呢。”“没关系。”“你出去。”“不行。”“那就算了。”谭悠悠做事要躺回去。“我走。”裴荣赶紧起身往外，同时悠悠叹气，做人难呐，夹在中间的男人就更难。可是他能怎么办呢？家和万事兴，真男人就是要挺住。轩轩，好宝宝，娘亲来了。谭悠悠哄了会儿闺女，见到父子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，都是呆呆的，就有些不耐烦，笑里藏刀道：“刚才收到寿王府送来的帖子，说是要去乡下庄子泡温泉，邀请我带着姨娘三姐一起过去。我思来想去，觉得不好推却，便让人收拾行李，午后就要出发了。”“要去多久？你要带着轩轩去吗？”“轩轩那么小，我肯定是走到哪带到哪。”“儿媳妇儿啊，我来给你赔个礼。”裴荣挥挥手，所有下人低头退出去，屋里就只剩下自家人。谭悠悠没吱声，只管低着头逗轩轩玩。从前的事呢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好在你没事，未曾酿成大错。如今咱们也成了一家人，你和相公要好，又有了轩轩，从前的事就忘了吧。以后我一定善待你，一定善待轩轩。”“不，酿成大错了。我头上的疤一直都在，而且每逢天气变化都会疼痛，也常常做噩梦。”“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”“我看这样好了，给你们母女分一半家产，算作赔偿，如何？”“不行是吧？那你砍我一刀，把这口气出了如何？”“不用了，家产我要，就当是替轩轩拿着。看在孩子的面上，砍回去什么的就算了。今日既已把话说到这里，希望公爹不要再以为我会下毒使坏，试探我的孝心和真心究竟有多少。人心最经不起考验，说是再让我看到
亲手做的粥饭无故被人倒进马桶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吃到我做的1粒米1根菜。轩轩他娘亲手做的粥饭无故被人倒进马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病得糊里糊涂的。李姨娘总知道，叫她来。想过。算了，何必拿可怜人折腾？到此为止。不行，既然父亲不知道，说明这事就是李姨娘自作主张，实在太过可恶。小小妾室竟敢挑拨离间，糟蹋粮食，绝对不能轻饶。叫她来问个清楚明白，该休就得休了，省得鸡犬不宁。儿媳妇儿啊，你帮我劝劝相公，家和才能万事兴啊！刚才咱们已经说好往事过去就算了的，这又要闹大，让人白看笑话呀！父亲为何舍不得那恶妇？来人呐，把李姨娘叫来！儿媳妇儿，算了，我不耐烦在这件事继续纠缠。行吧，受委屈的人是你，你说了算。我听你的。我累了，我要回去歇息。父亲记得让李姨娘过来给轩轩他娘赔礼致歉。安乐侯耷拉着死人脸，有气无力地哦了一声，整个人蔫了一大截。裴荣也不送他，叫了周家的和鲍家的把人推回去，转手就掏了析产书给谭悠悠。给你和轩轩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到的这样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。我已让廖翔去衙门备案，稍后会把房契地契一并给你。谭悠悠默了片刻，将析产书收好。悠悠，你觉得我刚才做的怎么样？还行。谭悠悠给他一个笑，挺好，尤其是最后那段。我为了咱们这个家，为了轩轩，真是绞尽脑汁。改天给你做猪脑花吃，以形补形。你们真要去寿王府的庄子里泡温泉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件事还能杜撰吗？出去散散心也好，这个也给你。裴荣再递一封信过去。这是什么？暂且别打开，4日之后再开。什么东西啊？没金子银子珠子，也没宝石，就是一封信。4日之后打开就知道是什么了，在那之前千万别打开。谭悠悠坐上车，见裴荣一直在门口那儿目送他们，少不得和谭如意道。总觉得这人今天有些怪。没觉得，还是那么狡猾。裴荣目送谭悠悠等人出了门，折回身去收拾整齐，迎着朝阳出了门。今天他要把这件隐患处理干净，哪怕就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做，否则此时之安乐仿若偷窃而来，享受之时也不得安心。谭悠悠说得对，光是赔礼道歉解决不了问题，必须直面，让事情回到正轨上，按照该有的规则进行，如此才能无愧无忧。世子爷要去哪儿啊？侯爷想请您念书给他听呢。去宫里面圣，若能平安回归，想念多少本书都行；若不能，请父亲自己保重。世子爷非去不可吗？要不您自己去和老侯爷说？该说的已经说完。裴荣并不啰嗦，直接打马走了。丹云呆了一呆，飞快赶回去寻安乐侯。侯爷，侯爷，世子爷进宫面圣去了，说是若能平安回归，您想听他念多少本都行；若不能，请您自己保重呢。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，安乐侯面色大变，踉跄起身，想要跑出去追赶裴荣，却被左脚绊倒右脚，狼狈摔倒在地。李姨娘想去扶他，却被他狠狠推开，咆哮着道：快把他追回来！这个逆子，他是诚心想要逼死我。侯爷，妾身一个寻常内宅妇人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如何能够把世子追回来？您就相信世子吉人天相，一定平安归来吧。滚！安乐侯挣扎起身，要丹云扶他去追裴荣。哎呀，还请侯爷见谅，下仆不能放您出去，这是世子的吩咐啊。
你敢？我才是一家之主。还请侯爷冷静。真正慈爱的父母不该给孩子添麻烦。您老了，就安心听从年轻人的安排吧。谁敢拦我？安乐侯目眦欲裂，正想强行闯出去，却见廖翔后退一步，将手一挥，沉重的大门被关上，将里外2个世界隔绝开来。他只能听见树上的秋蝉叫个不停。相光，蓉儿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，爹错了，爹错了，爹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快回来，快回来啊！相光来了。裴荣见过王爷，见过几位大人。相光啊，大家一直对一件事很奇怪，为何同是骑马而来，别人难免衣衫褶皱，风吹发乱，你却总是衣衫笔挺，一丝不苟，是有什么诀窍吗？自是因为我随身带了备用的衣裳，重新梳了头。相光也会开玩笑了呀。裴荣轻巧让开，请世子自重，你我同在陛下跟前当差，该有的礼仪规矩还是要有，勾肩搭背，动手动脚，不成体统。众人皆都无语，各自散去。元宝来看得清楚，忍不住轻笑一声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回陛下的话，老奴在笑裴相光这个人有意思。元宝来将事情经过说给皇帝听，描述道：“福王父子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呢。什么样的事发生在裴相光身上，朕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叫他进来。”裴荣低头垂眸，大步走入，一丝不苟地行了大礼。皇帝叫他起来：“今日并不讲经，你为何来此？”回禀陛下，微臣是来谢恩的，谢陛下让家父回到京中，让微臣一家团聚。这个事啊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好好当差。微臣往宫中送了家父祈求觐见谢恩的折子。不必这么麻烦，听闻安乐侯身体欠佳，叫他安心养着就是了。还有事？微臣是来向陛下请罪的。这件事要从微臣自京城回到丘城开始说起。他用词简单准确，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，未替安乐侯与自己辩解，只把其中的惶恐与后悔说得明明白白。家父与微臣犯下大错，请陛下惩罚，指此事与内子小女毫无关联，还请陛下饶过他们。微臣来之前已给内子留下了放弃书，此后他与安乐侯府再无关系。瞒了这么多年，为何不隐瞒到底，偏到此刻才说？别不是有人胁迫你，眼看就要东窗事发，这才投机取巧说出来装可怜吧？陛下慧眼如炬。元宝来颇为紧张，默默上前换茶，却在端走茶盏时不小心将一叠折子碰倒，再跪下去求饶。陛下恕罪，老奴罪该万死。退下去吧，你这样就罪该万死，有些人岂不是该千刀万剐？陛下圣明。元宝来眼巴巴地说了这一句话，默默退了下去。皇帝却是若有所思，随即冷笑：“裴荣，好手段啊！朕身边的人竟然也被你给收买了，你好大胆子！”陛下是说袁半半吗？袁半半确实吃过陈七几顿饭食，想来他是不舍这口吃食罢了。裴荣，看在这些日子尽心讲经的份上，朕容许你将事实经过道来，若有半句隐瞒。此事说来话长，微臣身边早前有一侍卫名叫知业，为家师王大学士所赠，他便是替家父出手伤害谭氏之人。此人几次三番犯错，被微臣送归王室。恰逢陈妻将要生产之时，他突然出现，将此事揭破。自此，微臣家无宁日。大概在同时，家父收到神秘来信，家父心中惶恐，多番作妖，闹得家宅不宁。微臣贪图陛下之恩宠，又想在老父跟前尽孝，
还贪图娇妻稚女在侧之安乐，便学着世间糊涂之人和稀泥，妄想将此事敷衍过去。不想陈七是个明白人，直接揭了脓疮表皮，暴露内里不堪及腐臭。他让微臣知道，什么才是读书人的浩然正气和大智慧，什么才是顶天立地、问心无愧。微臣一度为难，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。他说，微臣不是不知，而是想要假装糊涂。微臣看着娇妻稚女，老父忠仆，在思及皇恩，终于明白，是微臣辜负了陛下的期望，辜负了读书人忠直清朗之名声，辜负这许多年来读的圣贤书。微臣不配在殿前讲经，不是真孝义，不是真爱妻女，微臣不过是个贪图安逸享乐的俗人小人罢了。自己立身不正，何以管教他人，为人师表？幸好尚未铸成大错，还有机会可以弥补。故此，微臣悬崖勒马，留下放妻书与西产书，入宫向陛下请罪。家父年迈体衰，多年重病，糊涂短视，惶恐如鼠。那时之怨怼，只是因为疼爱微臣罢了，其余时候并不敢违逆陛下。微臣恳请陛下放他一条生路，所有罪责由微臣一力承担，求陛下成全。娇妻稚女御前讲经，得封侯府世子，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读书人的终极荣誉都在你眼前了，你竟然舍得？陛下，人生在世，有舍才有得，有可为，有不可为，微臣舍得。舍去了什么？得到了什么？舍去俗气私心中最为浑浊之处，得到读书人之骨气，儒家之道。职业呢？微臣事后打探，只知他回了二皇子府。你且退下吧。陛下不治微臣之罪吗？元宝来不是帮你说情，将朕架下来了吗？这天下间背里骂朕的人不止你们父子二人，除了咒骂怨恨，还有许多人想要朕赶紧死掉呢。朕圣明，那些人尚不曾千刀万剐，追究你父子二人做什么？谢陛下恩，陛下圣明，实乃黎民百姓之大福，裴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朕身为天子，便当为天下黎民谋福祉。李相光，你等着，朕要打造一个百年盛世出来给你们看。朕未老。陛下春秋正盛，正是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最好时候，当然未老。罪臣裴荣，回去听宣。这就让人很难受了。有道是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是死是活给个准话，也好让人不做多想，直接认命。能一次办好的事，偏要留这么个尾巴，是真折磨人。这便是帝王心术。裴荣心中明白，默默恪首退下，行到门边再回头，欲言又止，忐忑离开。袁爸爸，出来。陛下有何吩咐？你觉得朕是否降服了这小子？陛下不是早就降服他了吗？不然他能这么老实的给您认错坦白，这是又怕又敬啊。何以见得？因为怕，所以才会有怨；因为敬，才会主动坦白。诚惶诚恐，不外如是。不然谁知道肚子里头做的什么文章？哪怕就是将心肝剖开，那也看不出来啊，是吧，陛下？你这老滑头，要论会讨好，谁也不及你。哎呀，陛下英明，就算老奴会讨好人，也是因为陛下宽容。换做旁人，只怕要嫌老奴愚钝呐。你愚钝，老奸巨猾就是你。去查查那个叫枝叶的去了哪里，具体又是怎么回事？要说这裴相光是真迂腐，那枝叶手中握着此等要命的大事，他竟不斩草除根，却将此人送交王室，也真是。是以陛下让他教书讲经，最为合适不过。迂腐是真迂腐，却也说明此人既情既恩且厚道。王氏与他有恩，枝叶救过他的命，倘若为了也许会3个字就取走人命，实际也真是冷情冷心。虽不能杀伐果断，却也光明磊落，
可以倚重。你去查之夜此事，记得不要惊动任何人。安乐侯已经哭得不能动了，半死不活地坐在门前廊下，喘一口气抽一抽。父亲何必如此？我好像听到世子的声音了，怕不是我儿已经死了，游魂归家。父亲，是我活着回来了。安乐侯扭着头，耷拉着唇角，可怜又委屈地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嗷的一声哭出来。蓉儿啊，是爹错了，爹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不要任性，千万要好好活着呀。若在家真是要死一个人，且让我去，你活着。裴荣轻拍安乐侯的背脊，将人扶起送入房中，找人送水洗脸。陛下没有怪罪吗？啊，去把萱萱母女接回来呀！我错了。不急，陛下让我们在家中等着，旨意下来再去接人不迟。陛下宽厚，不会有性命之忧，只是可能爵位没了，差事没了，那咱们有家有产业，也饿不死，还能活得不错。都是为父的错，都怪为父。润润嗓子在哭。你个不孝子！裴荣笑笑，坐在一旁命人送饭过来，先问安乐侯吃不吃。安乐侯别扭，我吃不下。裴荣就不管他，埋着头自己吃得欢快淋漓，吃饱了抚着胸口道：能够活着吃饱饭，吃好饭，真好。我走了，父亲好生歇着。你要去哪儿？不许去！我累了，财经生死大事，父亲不心疼我吗？去吧。裴荣回到谭悠悠的屋里，看看四处熟悉的摆设，嗅一嗅它的味道，倒头便睡。无论如何，又逃过一劫，能够好好活着就是好事。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为何成了这副模样？遇到劫匪了？骑马弄的，听说家里出了事，不放心，让我陪着回来看看。为了快，非得骑马。先进屋。谭悠悠坐在妆台前，拿着梳子很用力地梳头发，抓着发根使劲梳，也不管头发是否被挣断。裴荣看不下去，上前接了梳子，帮他一点一点地顺毛。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为何？想必你已拆了我给你留的书信。没拆啊，你不是让我明天再拆吗？我这么听话乖巧的人，怎么会不听话呢？继续帮我通头发，我手臂抖得厉害。你不是力气很大，不过区区一匹小母马，竟然就把你搞得全身酸痛无力。我连续骑1个月马赶长路也不会这样。你了不起，可以了吧？所以啊，很多事情不是力气大就能解决的，更多依靠的是技巧和智慧。信里写了什么？和离书。送你们离开之前，我已决定入宫向陛下坦诚一切。你说的很对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不过是顺着私心不想做而已。想要管束别人，必须先正己身。然后呢？陛下圣明，宽怀有度，只是夺了安乐侯府的爵位，免了我御前讲清的差事。除了钱，我已一无所有。你还愿意跟着我吗？你只有一半家产，另一半是我和萱萱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打小就不喜欢求什么姻缘。你喜欢求什么？求财运。我最喜欢给财神爷磕头了，只要能交财运，让我磕多少个头都行。你为何如此肤浅贪财？钱财不是最重要的，夫妻恩爱。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贫贱夫妻百事哀啊。和离书还算数的吧？我不穷，我有钱，你跟着我哀不了。
这意思是和离书不算数了？不算数，我不同意，我不答应，你休想。哦，你不答应，你不同意就算了。我有和离书在手，走遍天下也不怕。你斗不过我。和离书呢？趁早还我，否则……否则什么？要打架吗？谭悠悠把梳子一扔，开始挽袖子。否则，我就把余下的家产全都给你。我是不会答应你嫁给别人的，也不许轩轩叫别人爹爹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你休想。谭悠悠被他挤得蹭到大腿内侧，痛得低呼一声。起码磨伤了吧？我帮你擦药。谢了，不需要。谭悠悠白他一眼，起身走掉。裴荣暗搓搓地踩住她的裙子，谭悠悠险些摔个大马趴，被裴某人拉到怀中后就很生气，用力拍打了他2下。越来越讨厌了。可我觉着你越来越可爱了。你这么着急回来看我，是因为舍不得我吧？我怕家产受牵连啊。我累了，洗洗就要睡觉了。去守着你爹吧，别吵我。一起。良久，谭悠悠无力地抠紧脚趾间，虚弱地呼出一口气。不准这么用力，弄疼我了。好。裴荣表面很顺从，其实并没有改，总要有个时候，有个地方，让这女人知道她的厉害之处。谭悠悠享受得不得了，和他斗，呵呵，就是这男人奇怪呀！明明看到裴阳的马鞭了，为啥直到现在还没问？他都等得不耐烦了。裴荣看他走神，立刻加大力度收拾人。谭悠悠晕晕乎乎地睡过去后，裴荣精神抖擞地披衣起身，走到外面，拿块帕子包住那根香金错玉的马鞭，嫌弃地扔出门去，交代小五找条野狗圈在他脖子上，扔到福王府门外去。天黑了，让他睡吧。明日弄了水一并刷，还回去时干净又体面，也不至于冻着的。那我明天再给他打扮打扮。哎，咱家谁会给马扎小揪揪啊？为何突然想起来要给马扎辫子？好看啊，我也想要自己的马呢，我会骑了。你想要马可以，我明日就让人给你寻访好马，但不许你给他扎小揪揪。裴荣的表情是严肃的，同时手还很痒，想掏戒尺，但是那只发痒的手很快就被谭悠悠抓住了。谭悠悠把他的手打开，紧紧牵着，带着他一起往北跨院去。夜深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你不嫌弃我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嫌弃的，但我思来想去，夫妻还是原配的比较好，爹也是原装的更好。为了轩轩，算了吧。哎，我们能回秋城吗？不能，陛下不许我走。为何？谭悠悠很吃惊，爵位夺了，差事也没了，还不许人走？难道是要留下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炒着吃、清炖红烧，或者做刺身？在想什么？谭悠悠如实回答。依着你的想法，怎么做比较好吃？你可以煮或者选部位爆炒，我可以蒸或者快了吃。至于公爹嘛，大概只能清炖或者红烧，因为太老了不好吃。谭悠悠一口气说完，迅速挣开裴荣的手，快步离开。哎呦，突然好困，我睡了，好累好累。裴荣把他拽住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编排长辈！是你问我的。我话还没说完。不管红烧、蒸煮、爆炒或者吃生的，好歹一家人始终在一起，是吧？你赶紧说，陛下打算把你们怎么样？陛下说让我承继安乐侯之位，先理清家事，再考虑让我做点别的事。所以以后公爹就是庶民，我是侯夫人了。就算是庶民，那也是长辈，你看不惯他就少往他跟前去，不能故意去气他。
是侯爷。院子里光线阴暗，裴荣高大的身影慢吞吞地走着，表情有些许落寞和孤独。你累不累？要不我背你回去？不想要背，那不如我抱你回去。裴荣二话不说，上前将谭悠悠抱起，扛在肩上，大步向前飞奔。你不怕被人看到有损你的颜面啊？这是我家，你是我老婆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他决定了，今晚必须让谭悠悠求饶3次以上。二人嬉笑着跑进北跨院，再将院门严严实实关上。院落一角，袁安乐侯坐在轮椅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吃惊的脸上的褶子平了一半。这世子爷和少夫人也太不注意了，家里有老有小的，还有这么多下人，要是传出什么不庄重的话去，那可怎么好？若是传出什么去，就是你干的。叫侯爷和夫人什么世子，你要抗旨啊！知道了，老爷，咱们回去吧。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？你厉害，厉害的不得了。谭悠悠敷衍着，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个鸡肉卷，琢磨着再这样下去，他就可以把上衣和裤腰用针缝起来了。裴荣找回场子，也就不强撑了，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，和谭悠悠商量：咱们再生一个？不要。对上裴荣惊愕不解的眼神，赶紧解释：我是说再让肚子歇歇气，不急。也是，你再养养，之前伤了元气。明年生一个，大后年再生一个，咱们至少也要生3个。3个？谭悠悠打个寒战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更紧了。夫人，侯爷去接姨娘和大小姐他们回家了，临行前让厨房准备好酒好菜，说是今晚要全家聚在一起，好好吃顿饭。杨家舅老爷他们也要来的。去得这么早。裴荣，抢了自家老子的爵位有何感想？失去御前讲经的差事，是不是说明你已失去最早的初心？裴荣并不回答，越过裴阳，目不斜视地往前走。裴阳瞳孔微缩，对着裴荣挺直的背脊猛然挥出长鞭。你知道吗？我最恨你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裴荣不曾回头，反手一把抓住长鞭，淡声道：不喜欢可以不往来，没人逼你。这么恨我，却非要逼着自己与我交往，道貌岸然的是你。裴阳使劲儿回抽马鞭，那马鞭却仿若在裴荣手里生了根，怎么都拽不动。裴荣，你这个伪君子，明明身有神力，武艺超群，却假装自己文弱，我看不起你。你和我是好友，对我尚且如此遮遮掩掩，可见对别人又是何等虚伪。这2口子都不是好东西，全都是渣渣，骗死人不偿命，不要脸。世子请慎言，你我最多只能算是儿时玩伴罢了，好友尚且差得远呢。毕竟你是王府世子，本侯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读书人罢了，两者相差太远，难做朋友。既不是好友，不知彼此为人品性实属正常，不必因为马术、力量、文采皆不如本侯便恼羞成怒，肆意往我身上乱泼脏水。如此，只恐整个宗室声誉都会被你拉低呢。裴荣抬眼看向围在裴阳身边那些宗室子弟，温文尔雅、大气超然的微微一笑。诸位跟随福王世子呼啸而来，是因为对本侯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？敬请说来，本侯一一作答。谁先来？中郡王世子所来是为何事啊？哦，我是刚好从此经过，打扰了。诸位兄弟，各自保重。一骑红尘，再不见踪影。裴荣再看向另一人，还没开口，那位已经高声笑道：
哎呀，哎呀，这天气怎么突然这么冷呢？哎呀，穿少了，得赶紧回家喝个姜汤啊。那个诸位慢来，告辞告辞。哎呦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家中老母寻我有急事，不敢耽误，再会。长随走得慢了点，就挨了他一鞭子。你傻了呀，快走啊！一会儿功夫，只剩下裴荣、裴阳二人互相对峙，其余人等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。好啊，咱们安乐侯真有本事，我平时只当你是个古板迂腐之人，没想到。毕竟咱们全都年轻过，谁没遇到过表里不一的渣子呢？裴荣打断他的话，松开鞭子，转身扬长而去。我还没……裴阳气急败坏，然而裴荣等人已经走远了，便是他再怎么大声，裴荣也听不见看不见。被羞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是无视。裴阳气得揪心揪肝的疼。韩悠悠走过去，轻轻环住他的腰，将脸贴在他的背上，隔着男人温厚的背脊，他听到裴荣的心跳声，沉稳而有力，砰砰砰，每一下都敲到了他的心上。怎么了？枣红马打个响鼻，侧头朝向谭悠悠，蹭蹭他的头顶。他有名吗？他是在和我亲近对吧？当然有名，他叫赤炎。你看他的鬃毛很长了是吧？还很多，有时候奔跑得太快或是风大，也会弄得他很不舒服的。那我可以给他绑小辫子啊，我弄了些彩线回来。谭悠悠继续靠在裴荣背上，琢磨要给枣红马弄个什么发型，突然脸上一湿，伸手一摸，黏哒哒，说不出来的奇怪味道和感觉。枣红马咂巴咂巴嘴，掀起上嘴唇，做出一个类似嘲笑的表情。这个马成精了，他吐我口水，还嘲笑我。别瞎说，赤炎很乖的。唉，是啊，寿王府的人也和我说，小县主的马温顺又听话。别乱说话，马也通人性的，他听得懂话。我方才能够不去培养，是因为我与赤炎心灵相通。若他胆小畏惧不信我，当场就得出乱子。谭悠悠收回环抱在他腰上的手，摆开架势来了个亚洲蹲，耷拉着两只手道：是啊，他也通人性的，他听得懂话，他与你心灵相通，他胆子不小，不畏惧个啥。所以你非得认为我在瞎吹吹，也不信你的马果真做了刚才那些事吗？时辰差不多了，舅父他们还等着咱们开饭呢，轩轩也该醒了，进去吧。谭悠悠抿抿唇，拖着脚步跟在裴荣身后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他回头一看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裴荣的枣红马一反刚才的温顺安静模样，狰狞可怕地对着寿王府来的小母马下手了。别看！裴荣反手将他的眼睛捂住，拉着他就走，沉声教训他：什么都想看，这是你能看的吗？也不怕污了自己的眼睛。若是让人看见，成何体统？堂堂侯夫人竟然旁观这种事！停，这是偶然，明白吗？你不让我看就行了，叨个没完。门口卖大碗茶的阿婆也没你唠叨。你还喝过大碗茶？家就在这里，再不然铺子就在巷口，要喝什么茶没有？你非得跑到那里抛头露面站着喝大碗茶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就那么馋？哎呀，受不了了！谭悠悠扒掉裴荣的手，提着裙子往前跑，简直就是唠叨狂魔呀！救命啊！把裙子放下，慢慢走，气度举止啊，不是，小心摔跤！裴荣在后面提醒着，大步流星往前追，试图让新上任的侯夫人拿出该有的风度气质。晚饭还是男人一桌，女人一桌，喝到暮鼓响起，杨家人才相携离去。回到屋里，
裴荣已经盥洗妥当，只着里衣靠在床头看信。夜里少看书，灯光太昏暗了，眼睛坏掉就要变成眯眯眼，看啥都这样丑，以后就该被人叫做裴瞎子了。这是嫌我管你太多，也让我见识见识被人管的滋味吗？哎，你说对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想好了，以后我要把你从头管到脚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烦。管啊，只要你不嫌麻烦。裴荣起身走到他身后，将他抱起，坐在自己膝上，将信纸递过去。是岳父来的信，之前有课没来得及看，咱俩一起瞧瞧。谭悠悠靠在他怀里，夫妻二人头挨着头，呼吸交织，一起细细看信。说的却是谭知府最近要入京述职，同时要亲自查看冯宝山的为人品性如何，叫谭悠悠帮着谭志锦把房子换个大些的。随着信一起来的还有几张银票。我爹也是的，要用钱直接和我说不就行了，还卖什么田地？你现在很有钱吗？有钱就在荷包里蹦跶，不想着钱生钱吗？大佬带我发财。大佬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南方客人说的方言啦，我觉着挺有意思的，所以说给夫君听。意思是大哥带我发财啊。大哥，这个称呼不错，以后你也可以这样叫我。裴荣收到他抗拒的眼神，很不开心。你不乐意？我比你大，又是一家之主，你还要让我带你发财，叫我一声大哥都不愿意。我觉着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自发财好了，这样比较不容易影响感情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我还偏就要带着你发财。你可以再盘下一个店面，专做花间生意。现在买你花间的多是女子，有些读书人不太乐意进脂粉铺买这个的。不许说，我自己知道，铺面我都看好了。铺面都看好了？我不问你，你还不说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夫妇一体，你却总想自己干。我……谭悠悠一阵头痛，只怕他开始就不知道停止，索性勾住他的脖子，猛地凑上去堵住他的嘴。裴荣眼睛陡然睁大，仿佛受到了惊吓，随即就开始高兴。成亲这么久，谭悠悠似乎是第一次这么主动了。我要去盥洗了。裴荣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离开，再慢吞吞躺到床上，看着帐顶若有所思。谭悠悠一身轻松躺下，正想吹灯，裴荣低咳一声，又开始叨叨。刚成亲那会儿你不是这样的，女子三从四德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谭悠悠很无奈，这人吃错药了吗？大半夜的搞事，想不理睬吧，又觉着这才刚和好，再闹矛盾不太好，索性如法炮制，翻身再次堵住他的嘴。半晌，帐中传来一句低沉的男音：别以为这样我就饶过你了。然后又是一阵不可名状的声音。许久之后，谭悠悠终于结束劳动，虽然很累，但是很满意的总结经验。以后裴某人再这么叨叨，就这样对付他。有所得必有所失，耳根得到清净，付出劳动是应该的。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裴荣义正辞言，实际身心舒爽。他决定了，以后就这样干，有所失必有所得。谭悠悠爱折腾就折腾去吧，反正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。夫妻二人都很满意，香甜地进入梦乡。这一等便到了深夜，木谷早已响过，裴荣仍然未曾归家。谭悠悠叫了好几个人去问，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。我儿危险！我儿快躲起来！老爷快醒醒，您做梦了呢！哎呀，这是在家里，都好好的。不得了，我梦见相公出事了。你快去前头看看他回来没有，若是还不曾归来，便让儿媳妇过来。
李姨娘期期艾艾说了来意。妾身觉得侯爷夜宿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这半夜3更的也打扰夫人休息，老爷大抵是梦魇着了，没清醒过来。他最近越来越糊涂了。不必多言，我随你去。裴老爷看到谭悠悠，便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压低声音道：儿媳妇儿，大事不好，相公出事了。公爹此话怎讲？有人要杀他，他全身都是血，他在路边等死。你赶快去救他，儿媳妇儿，赶快去救他。我知道了，公爹，你放心，我这就点起家中护院和小厮管事，一起去寻夫君。你安心休息，一有消息我就会知会你。从前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可不能落井下石，辜负相光啊！他为了你爹都不要了，是不孝子啊！不会的，夫君是轩轩的爹，待我极好，儿媳怎么也不会对他不好。公爹放心啊，儿媳这就带人去救他，急着呢。他掰开裴老爷的爪子，低声吩咐李姨娘给他喂安神药。裴荣不知去了哪里，祸福未定，万万不能后院起火。李姨娘弄好药，裴老爷却总是不肯服用。你们就是想把我弄水着，省得我烦你们。相光我儿，除了爹爹疼你，没人真心疼你。谭悠悠看他闹得不像话，使个眼色，便有婆子上前帮着李姨娘把药喂下去。你们趁着相光不在欺负我。正说着，便听到散养的大鹅大叫起来，于是拔腿狂奔。出了院子，正逢廖翔带着护院闻声而去，正是梅姨娘和谭如意居住的东跨院方向。谭悠悠跟着廖翔等人赶了几步，偶然回头，但见家中的人几乎都朝着这个方向而来，心中一动，转身迅速赶回北跨院。主仆3人赶到北跨院，但见院门大开，看院门的婆子倒伏在地，正房的门和厢房门都是开着的，四下一片安静。谭悠悠双腿发软，谭悠悠嗓子发干，想要尖叫，想要哭喊，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他圆睁着眼睛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走到正房，幻想能在那里见到孩子。然而他终究是失望了。萱萱，西跨院，西跨院。柳枝也很冷静，用力把莲枝推向前方，跟上谭悠悠。他自己则跑去通知廖翔等人赶去西跨院。莲枝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飞奔，却怎么也追不上谭悠悠，只好眼睁睁看着谭悠悠引入黑暗中消失不见，于是急得眼泪狂飙。谭悠悠一口气冲到西跨院前，他站直身体，警惕地观察四周，但见西跨院门紧闭，门前灯笼未亮，里头漆黑一片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左厢房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响动，一点火光亮起，又迅速熄灭。谭悠悠狂奔过去，恰好听见乳娘在里头尖叫：“救命啊！”他一脚踹开房门，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伏在床边，像是用力拖拽着什么，便将手里的大鹅砸了过去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那人被砸得趴倒在地，跟着又迅速正起，敏捷地爬到床下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夫人，救命！谭悠悠不声不响，大步走过去，双手抓住床架，用力一拖，再一掀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床被他直接掀开，扔到一旁，露出里头的2个人。他看到刚才那个男子，一条手臂紧紧勒着乳娘的脖子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，背靠着墙角，凶狠地瞪视着他。别过来！你敢过来，我就弄死他们！这位大哥，不知你是为求财，还是为报仇？我们家向来乐善好施，不爱惹事，所以
你应该是为了求财吧？刚好我家男人才收了一笔银子在库房里，不说1.2、8千，3、4千总是有的，都给你。你把这放了，我保证你平安无事。谁稀罕要你的钱？老子是来报仇的。裴相光为人尖酸刻薄，不留后路，害得我们钟氏家破人亡。如今我也要让他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钟氏，钟皇后？不可能，分明就是欲盖弥彰，想让钟家背黑锅。大哥，你这是何必呢？稚子无辜，这小小的孩子有什么错？何况钟家乃是咎由自取。他边说边慢慢向男人靠近，男人察觉到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！不然我马上弄死你女儿！”听闻安乐侯夫人天生神力，今日一见果然了得，但我今日便要让你一败涂地。想要你女儿活命吗？想。跪下！谭悠悠二话不说就跪了下去。大哥，饶了我女儿吧，她很可怜的，裴家重男轻女，待她一点都不好，你不能帮他们的忙啊。把衣服脱了。这样不好吧？我一个嫁过人的残花败柳，又长得姿色平平。谭悠悠叨叨着，外头传来火光和脚步声，还有连枝叫人的声音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闭嘴！脱衣服！男人猛地将已被吓晕的乳娘丢开，将手中襁褓高高举起。再多说一个字，老子就摔死这小杂种！我脱！大哥，你别急啊，冬天了，天气冷，穿得厚。闭嘴！叫你家下人退出去，立刻，马上！谭悠悠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，艰难道：“你们退出去，立刻，马上！再给这位大哥备一匹马，要温顺听话的。大哥，您看我这样安排妥当吗？算你识相，再脱光为止。脱啊，继续脱，老娘又不是没穿过比基尼。”谭悠悠咬着牙，直接脱下小袄，朝着男人娇媚一笑，再解裙子。就着窗外透进来的火光，加上他特意摆的 pose， 便是一针剪影，那也是极诱人的。但凡是个正常的男人，至少也会有1/1000秒的走神。真的，只要有1/1000秒的走神就够了。谭悠悠心里祈祷着，朝男人娇媚一笑，将解下来的裙子朝他兜头扔去，同时足下发力，炮弹一样将自己的身体弹射出去，抢在男人反应过来之前将他扑翻在地，双手抢夺襁褓的同时，膝盖往上一顶，紧紧压住男人。襁褓入手，谭悠悠就觉着不对劲了，虽有重量，却无轩轩的奶香味儿。他抽空一瞟，便是一阵心惊，哪里是什么轩轩，不过是个戴着帽子的瓷娃娃而已。于是随手抓紧襁褓，对着膝下的男人猛砸下去。不想那男人也是个厉害角色，很快反应过来，腰部使劲，双足弹跳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同时手肘狠狠朝着谭悠悠的脸部撞击过去。谭悠悠丢开襁褓，避开对方的攻击，就是这么一瞬间，男人已经抽出刀来，1寸长1寸强，1寸短1寸险。谭悠悠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话，立刻拧身而起，退到门边准备逃跑。男人并不恋战，提着刀挥舞几下，逼开谭悠悠，便拧身朝着外头狂奔。料想带人追上去，双方一阵混乱，却都不是男人的对手，是个实打实的高手。谭悠悠心中愤怒，左右看看，见台阶下方有个半人高的石狮子，上前抱起，暴喝一声，直接朝着男人扔了过去。砰的一声巨响之后，廖翔等人只看到刚还张牙舞爪的歹徒仰面倒在地上。夫人，
廖翔等人很激动，却见眼前人影一闪而过，谭悠悠快如闪电，眨眼的功夫就跑回了屋子。谭悠悠接过莲枝递来的衣裳，一边穿一边询问才醒来的乳娘：“萱萱呢？大小姐被鲍家的抱走了。”谭悠悠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一颗心瞬间安定了许多。他风风火火地往北跨院赶，身后跟着一串人，人人心里都有很多疑问，却无人敢开口。谭悠悠走回北跨院，直奔耳房，走到一个半人高的柜子前站定，双手握住门环。谭悠悠吸一口气，用力拉开柜门。鲍家的抱着熟睡的轩轩坐在柜子里一动不动。谭悠悠长吁一声，伸手接过轩轩：“辛苦了。”“你也真是的，听到动静就该出来，看把夫人吓的。”“不是我不肯出来呀，是这个柜子太小了，我动不了，又不敢乱嚷嚷，万一把歹人招来怎么办？”“那是我错怪鲍嫂子了，别和我计较。夫人，大小姐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赶紧回去吧，乳娘受惊要看大夫，大小姐接着只怕就要饿了，得想想给她做点什么吃。”柳枝和莲枝一左一右地跟在谭悠悠身后，护着母女俩往正房走。“到底咋回事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“咱们侯爷料事如神，这都是他的安排。那天侯爷突然找我，我以为又是夫人干的事儿被发现，要挨罚了呢。没想到侯爷是交代我，以后若是夫人不在大小姐身边，就让我寸步不离地守着。倘若有人使坏，就叫乳娘抱着那个包着瓷娃娃的襁褓往外跑，我自己抱着大小姐躲起来，还让我别告诉其他人我躲哪儿，保命最要紧。夫人也暂且别说，怕吓着她。可我琢磨着，不能瞒着夫人啊，这母女连心，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当娘的不得急疯了。我就和夫人说了，要是以后躲猫猫呀，我就藏在这个柜子里。咱们夫人也是聪明，一下就猜着我们藏在这儿了。老周啊，我琢磨着自己要发财，你觉得呢？也不知道侯爷和夫人会赏我什么，金子、银子、房子。赏你个屁呀！见面分一半，你要不要跟着吃屁啊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谭悠悠赶紧迎出去，但见谭志锦背着裴荣快步而入，旁边廖翔和陈二郎扶着推着，似乎很严重的样子，心仿佛被重锤猛地砸了一下。谭悠悠正在原地，全身僵硬，不能动弹。梅姨娘使劲推了他一把，他才缓过神来，迈开步子迎上去，不想双腿发软，一个踉跄。啊！姨娘怎么倾斜？谭悠悠来不及解释，推开谭如意，抓住谭志锦的胳膊。如何？活着。齐全。完整。把人给我。这个，哎，给他，咱们力气都没他大。对。事到如今，谭悠悠也不想掩饰了，当着众人的面轻松抱过裴荣，轻轻放在床上，放好才发现裴荣的腰上缠着白布，鲜血已经染透。还说完整，确实没少什么呀。流了这么多血，还说没少什么，这得多久才能养回来？收王世子领了大夫入内，谭悠悠这才止住，专心专意关注裴荣的伤情。打开缠着的白布，但见左腹部有一条约2寸左右的口子。谭悠悠看到那条又深又长的刀口，手足俱都发凉发颤，心说完了，这么长这么深，一定把肠子呀内脏啊什么的都给捅坏了。又没抗生素也没麻醉术，裴坑坑真的要被皇帝老儿给坑死了。他不想做寡妇呀，也不想要轩轩没爹，更不想要单独面对裴老爷。
寿王世子带来的大夫显然是个高手，对着裴荣满身的血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稳稳当当清理干净，掏出针线准备缝合，从始至终冷静无比。大夫之前是在军中吧？你看你很了不起啊。不，鄙人从前是个兽医，专门给牛马羊治跌打损伤或者上颌。什么？兽医上颌？世子爷，这位大夫是在开玩笑吧？谭悠悠吓得打了个嗝，从角落里猛窜出来，站到寿王世子面前，圆睁着一双湿漉漉的小鹿眼盯着他看，满脸惊愕和控诉。老钱，你怎么这样不正经？没事吓他们做什么？我没说谎，我从前就是个兽医，从我手下经过的牛马羊少说也有几千头，上颌过的至少有1000。世子爷，你别理他，他就这性子。满京城要论谁治这种腹部外伤，就说老钱最厉害。那些牛马羊啊什么的，都是他练手用的。谭悠悠就不再说话，抱着手站到一旁，看钱大夫善割裴荣啊，不是，是给裴荣缝合腹部的伤口。钱大夫，你这针啊线啊什么的用滚水煮过了吗？你说呢？煮过了，煮过了。肚子里伤到的脏器缝合了吗？血止住了吗？哪里来的无知妇人呢？不懂装懂，还要不要我治了？裴谭氏呀，大夫，我是裴谭氏啊，伤了的是我家夫君，我没有不懂装懂。我日常也喜欢像您一样给牛马羊缝一缝补一补什么的，只是没您缝补得好。我知道肚腹里头有经脉血管啥的，说是被伤到一定要仔细对接处理妥当，不然可能外头缝好了里头出个血不停，还可能里外都缝好了，但是长不好坏死了。钱大夫，这些您都会的吧？钱兽医静默片刻，折回去将刚缝好的伤口又打开了，低着头反反复复翻看。这样下去怕是人没被杀死，反倒被他弄死了。世子爷，劳烦您请位御医过来如何？让他治。你糊涂了？他没糊涂，你们才糊涂。世子爷啊，他们瞧不起我是兽医，我还非得把这活给干了。哼，你若不让我干完，下次再有什么事情，别叫我啊。裴谭氏，你的男人，你自己决定。钱大夫，您有几成把握？8成。如果你们离患者和我远些，别把口水沫子喷到伤口上，我觉得我有9成。够了，谭悠悠很果断地把谭志锦等人赶开，他自己站在远处旁观。大约又折腾了大半个时辰，汗水浸湿衣衫的钱兽医终于满意收手。好了，他福大命大，伤口整齐，又遇到了我。你那医术真高明啊。钱大夫呀，我家夫君什么时候可以醒来？什么时候可以进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得看他是否能熬得过去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其实只有6成把握。嘿嘿。谭悠悠举起双手，想要掐死钱兽医。钱兽医斜睨着他：后续不要我管了。谭悠悠就又将双手紧紧抱住柱子，使劲儿地掐，有气无力道：了得，您治了几天只牛羊马，想必一定有独门秘方让主妇熬过去，对吧？对啊，我有独门秘方，这可是在几千头牛羊身上试过的，我试过很多次，配方加加减减，为此赔了很多钱呢。原来钱大夫家里有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回换了谭悠悠吓一跳。封建时代，贵重金属矿业相当于印钞机。你盯着我看干什么呢？失敬，是我眼拙。不知府上有几位兄弟姐妹啊？只有我一个呀。怎么了？谭悠悠嫌弃地看着他，长得磕碜了点，年纪也太大，配谭如玉怕是不行的。看什么看？再看不给你男人用药了啊！接下来是不是要问是否婚配啊？没有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嫁给我。
他们都怕我。哎，你也怕我是不是？我怎么会怕您呢？您不给卓夫用药，我也不怕的。砸的是您自个儿的招牌。拿来。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啥，唯有寿王世子眼疾手快地递过笔墨纸张。您请，您请。钱寿一再狠狠地瞪一眼谭悠悠，埋头龙飞凤舞写就一张药方，抓起来往地上一扔，掉头就走。寿王世子赶紧追上去，各种慰问讨好吹捧。谭悠悠伸手去摸裴荣的鼻端，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其事，反正他是觉着几乎没啥气息似的。于是颤颤巍巍撕下一丝棉絮，放在裴荣鼻端试验，棉絮动就有呼吸，棉絮不动就没气了。棉絮再动，而且持续在动。谭悠悠松一口气，举起袖子擦眼泪，一不小心棉絮飘落裴荣鼻前，随着呼吸进进出出。哎呀妈呀！他低叫一声，利索地抓走棉絮，这要是被吸进去，忍不住打个大喷嚏，裁缝的伤口可就见了鬼。裴荣突然睁开眼睛，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，仿佛是问他在做什么。谭悠悠慌忙把棉絮藏入掌中，小心翼翼道：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裴荣并不回答，直愣愣地盯着他看了会儿，又闭上了眼睛。谭悠悠更慌了，见谭志锦走进来，就打着哭腔道：大哥，你快过来看，怕不是回光返照吧？怎么了？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谭悠悠再掏出棉絮放在裴荣鼻前，瘪着嘴道：你瞧，棉絮不会动了，他死了，我变成寡妇了。正哭着，裴荣长长的睫毛又动了动，眼睛一下又睁开了，这回不是直愣愣的，而是严厉地瞪着谭悠悠，非常的生气。妹夫，你还好？是不是太疼了？裴荣回转眸子看向谭志锦，缓慢地眨眨眼。妹夫，是不是要交代什么呀？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问是不是要交代遗言呢？裴荣索性闭上眼睛，他就不该指望谭家兄妹嘴里能出什么好话。我知道。谭悠悠上前把谭志锦挤开，打算将功折罪。夫君太疼了，另外失血过多没力气说话，他是太疼了，硬生生疼醒的，所以想要安神药，对不对？裴荣再次睁开眼睛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错了啊！我知道了，家里一切都好，公爹很好，轩轩很好，抓到3个坏人，一个被我用石狮子砸得半死，另外2个被你书房的机关暗箭射得半死，没有东西被偷。裴荣面色缓和下来，朝他眨眨眼，嘴唇动了动。渴了饿了吧？熬着，不敢给你吃喝啊。哎，哥，刚才那个药方弄清楚没有？赶紧煎药啊。哦。谭志锦手忙脚乱地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折回来，语气沉重地叮嘱裴荣：妹夫，别担心，家里的人我都会照顾好的，安安心心的啊。仿佛是在说，别担心，我会替你照顾好家人的，安安心心的去吧。裴荣睁着眼大喘气，整个人已经麻木不仁带绝望。谁能听到他的心声呢？知道家里一切都好之后，他就真的只想要一碗安神药，因为太疼了呀。他怀疑自己会被活活疼死，不是被人搞死的，而是疼死的，想起来就特别窝囊。谭悠悠粉嫩的小脸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带着甜蜜蜜的笑容。夫君，张嘴啊！裴荣还没有来得及张嘴，一把汤匙已经撬开了他的嘴，接着有浓稠难吃的药汁涌入，想要不窒息就得忙着吞咽，这给裴荣带来了很大的伤害。吞完药汁之后，他已经气喘吁吁，痛苦不堪。他愤怒地瞪着谭悠悠，觉着这个妇人怕不是真想做寡妇，想要趁机谋杀亲夫。
睡吧，睡吧，安心的睡吧。谭悠悠将柔软的小手附在他的眼皮上，就像抚摸大脯小脯似的来回抹了几下。裴荣眼前一黑，彻底睡死过去。吃好就去睡，内院有我，外院有你大哥和廖总管，出不了事儿。谭悠悠也不想吃别的了，让人把米汤鱼片放在红泥小火炉上涮着吃。吃着吃着，突然一阵恶心，吐的后面胆汁都出来。姨娘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我怕是得什么病了。梅姨娘心里也慌，拥她在怀，哄了又哄。姨娘是关心则乱，屋里供着2位大夫，有病不看在这哭个什么？没多会儿，白玉姨飞快地来了，眯着眼睛将手指在谭悠悠腕间一搭，便笑了。哎呀，恭喜夫人，这是喜脉呀！你确定？哼，老夫自小学医，祖传的医术，夫人觉着老夫这几十年的饭都是白吃的，喜脉也能看错？哼，那是前寿医吧？投胎没吐过，这才刚怀上就吐得这么厉害，得请您开个方子养一养。白玉姨也没太计较，跟着梅姨娘去了外头开方子。一条咸鱼总是不停地下载，怎么看都是个冷笑话。等到梅姨娘回来，就看见谭悠悠侧卧着，将手捧着肚子，很忧伤。姨娘，我会变成西瓜皮的吧？这样一胎接一胎的怀，肚子长大又缩小，缩小又长大，到最后啊，皮呀肉啊全都撑开撑断，不就变成西瓜皮花肚皮吗？这个呀，那可不一定呢，得分人。我没有，你现在也没有，将来也不会。可咱们都只是一胎呀，要是将来反反复复无数次，一定会变化的。谭悠悠挠一把头发，翻身坐起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看看孩子他爹。哎呀，我说，这位侯爷呀，您是醒了呢，还是又昏过去了啊？哎呀，要是醒了，那你就配合一下呀，早些好起来，也省得贵夫人担忧，不是啊？裴荣就又睁开眼睛，却是看向谭悠悠的。谭悠悠立马挤过来，紧紧抓住他的大手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泪水宛若开了水龙头一般，流得没完没了。裴荣立时忘了他之前的气人行径，转而心疼起来，手指轻轻碰触他的脸，表示安抚。哎，有话慢慢说不行吗？现在重要的都是疗伤啊。钱大夫想问什么？问吧。哎呀，果然是有靠山的人啊。伤口疼吗？裴荣眨眨眼，谭悠悠当传声筒。当然疼了。饿吗？饿。冷吗？有点。热吗？废话。钱寿医突然拉开被子，对着裴荣腹部使劲一按。裴荣痛得叫出了声，冷汗浸透鬓发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悠悠地看向谭悠悠，是想让他替自己表达疑问乃至发飙的意思。谭悠悠咬着唇没吭声，他看过剖腹产的同事也这样被医生使劲按肚子来着。裴荣再次闭上眼睛，他就不该指望谭忽悠。神志清楚，既然如此，准备喂药吧。不是大夫，我有个疑问啊，他伤到腹腔，究竟有没有伤到肠管什么的？那不是得听到肚子咕咕叫，放了屁才能吃喝吗？这样就吃药有没有影响啊？肠管还好了，就是一点点割伤。他运气极好啊，听到肚子咕咕叫，放了个屁才能吃喝。这个你是听谁说的呀？似乎有点道理。
难怪之前好几个都死了。以后我可记住了，不给吃喝，难道要他饿死啊？这药不吃下去能睡着吗？怎么治伤呢？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？谭悠悠认命地垫好枕头被褥，俯身抱起裴荣靠好，接了汤药，一匙一匙地喂他。裴荣好不容易喝完汤药，眼巴巴地看着谭悠悠，要他赶紧兑现诺言。谭悠悠喂了他几口糖盐水，又把人抱起放下去躺平了。谭悠悠收拾干净，再次趴到他床边，抓住他的大手，一字一顿道：我又有了。裴荣没懂，眼皮开始打架，刚喝下去的药起作用了，他又想睡了。我又怀上你的崽了。谭悠悠瘪瘪嘴，还没挤出眼泪，裴某人已经昏睡过去。夫人不哭啦，这是想开啦。又没人心疼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水不要钱吗？3天后，兽医及人医一起宣布，裴侯爷脱离危险，仔细调养，很快就能恢复健康。白御医回宫交差，钱兽医继续去寻找需要他的牛、马、羊以及两脚兽。安乐侯府里的气氛随之轻松起来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肚子里的这个，以后我不跟你玩了。好，都依你。悠悠，我总算兑现了诺言，保得你们娘几个一世安荣。其实我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贪图享受，够吃够穿够开心就好。你真不必要拿命去搏，再怎么难也不会比以前更难，是吧？那是你们女人的想法，我是男人。夫人，二皇子夫妇来探病呢。探个毛线的病啊！这两口子是吃撑了没事干是吧？莫名其妙探什么病？不知道人家很讨厌他们吗？给我换身衣裳。不想见到他们，恶心。你不帮忙，我只好自己来了。西药眼全套已经走了99步，不差这一步。我教你的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谭悠悠到底没那么硬的心肠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裴某人独自挣扎，默默上前将人扶起，一通打扮。光鲜亮丽是不行了，只能力求干净整洁，毕竟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活生生饿上这么多天，帅哥早已瘦得皮包骨，鲜肉变成老腊肉。谭悠悠想着，心情好了起来。在想什么呢？在想吃鲜肉还是吃腊肉。口水的吞咽声，肚子的叫声，裴荣表情要比平时更加严肃好几倍，十分镇定地整理自己的袍袖。别装了，夫君你就承认自己馋了吧。表弟妹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也说来我们听听。谭悠悠上前行礼，二皇子虚服一把。自家人，无需多礼。我们就是听说相光生了病，特意来看看他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也就这2天的事，喝多了摔了一跤，没大碍。看着是清点了不少，不像才病。殿下慧眼，丢掉差事就病了，茶饭不思，日夜借酒浇愁的，能不瘦吗？谭氏，表弟妹还是和你表姐一起去聊聊吧，我与相光有几句男人间的话要说。那不行，万一我不在，殿下又哄我夫君去喝酒怎么办？去。裴荣给他使过眼色，他才不甘不愿地邀请王色。二皇子非请。谭悠悠把王色领到隔壁厢房入座，这里距离裴荣近，就算有事他也赶得及冲过去。你又有了。中午吃的多了些。你是个有福气的，至少比我有福气。我问你个事儿，父母的错能不能算到孩子头上？当然不能。我是不赞同父债子偿的，但别人大概不会这么想。你能这样想就够了。
隔壁突然传来嘈杂声，却是二皇子和裴荣争吵起来了。二皇子的声音极大，裴荣也不遑多让，中气十足，怒火中烧，仿佛要跳起来打人似的。事实上，谭悠悠赶过去时，裴荣确实已经跳了起来，并且举着御赐的戒尺准备往二皇子身上砸。那模样彪悍的完全不似才受过重伤的，倒像是对皇家充满怨气，逮着机会就想发泄似的。谭悠悠狂奔过去，紧紧将暴走的裴某人抱住摁下去。二位还是赶紧离开吧，酒到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何必这样上赶着闹腾呢？有什么意思？裴荣，你等着，有你后悔的一天。松开！二皇子何曾受过这种冷遇，一甩袖子大步走了。王瑟紧随其后，面无表情。裴荣面色惨白地软倒下去，谭悠悠赶紧把他抱起，准备送上床。不好了不好了，二皇子又折回来了。谭悠悠心口一凉，正想着要如何才能应付过去，柳枝又道：又折回去了，二皇子非把他叫回去了。谭悠悠不放心，冲到窗边，隔着缝隙看，正好与王瑟的眼睛对上。幽幽暗暗，如同鬼火，令人遍体生寒，说的就是王瑟此刻的眼神。他朝谭悠悠极淡地笑了笑，翕动嘴唇，无声地说了句什么，转头跟在二皇子身后离去。什么人？夫人，夫人，是奴婢呀！奴婢有事要禀，很重要的事。谭悠悠强撑着走到外面，让鲍家的放开沉香。你有什么事？宫里贵妃娘娘派人来寻奴婢问话，夫人救救奴婢。怎么说啊？这几天奴婢是觉得家里有事，是以一直待在院子里没出来，夫人心里有数的吧？我知道。适才二皇子殿下造访，有人往奴婢院子里扔了个纸团，让奴婢设法出门，可奴婢不想去。既然贵妃娘娘宣召，沉香姑娘应去就去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可是没什么可是，方才二皇子殿下已经来过，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打扮得漂亮些，让我们府里的马车送你，别丢了安乐侯府的脸面，更不能让人说我们苛待你。谢夫人，奴婢知道了。谭悠悠再回去，裴荣的伤口已经重新处理完毕。裴荣面如金纸，躺在床上可怜兮兮地看着谭悠悠。谭悠悠走过去握住他的手。沉香刚才来过，说是樊贵妃让人给他递了字条，让他出门会面问话。我放了他去，叫他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再打扮得漂亮些。裴荣眨眨眼表示赞同。沉香极聪明懂事，要不等到这事儿了结，夫君把他收了吧，不然你这堂堂侯爷没个妾室什么的颇不像话。裴荣手上微微用力，紧抿着唇，恨恨瞪着他。别以为他不知道谭悠悠在打什么算盘，不就是嫌弃他不想生娃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强爱牛头饮水是不行的，咱们裴侯爷要自己挑选，不要别人强塞的。等你好了自己挑。见过皇子妃。年里殿下不在府里，我听闻双佩生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生了个什么？回皇子妃的话，是个小郡主。好啊，女儿是贴心小棉袄，乖巧又听话，孩子一切都好。一切都好。怎么还不把孩子抱去给乳母喂养呢？饿坏了孩子，咱们谁也担不起责啊。是。惠嬷嬷，让乳娘进来喂，就在这里，让我多看会孩子。何必呢？多看少看终究要道别，早走迟走都要走，你就别依依不舍了，让这孩子无牵无挂的活着，不好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殿下马上就来了。我能干什么呢？我尚且自身难保，又能干什么？文嬷嬷，当初陛下派你们过来时是怎么说的？
您还记得吗？我怕您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忘记了，那可不得了，是欺君大罪啊！温嬷嬷顿时一颤，有些心虚地看向双佩。我不要！双佩尖叫起来，从床上跳下去，赤着双足往外狂奔。殿下救我！王瑟并不追赶双佩，只含着笑看向文嬷嬷和刚进来的惠嬷嬷。两位嬷嬷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，一起冲上去扭住双佩往屋里拖。殿下，你在哪里？你快来啊！我和儿需要你，救命！救命啊！王瑟端庄地立在一旁静静看着，哪怕看到白绫缠上双佩纤长的脖颈，哪怕看到双佩下身涌出了血，哪怕看到双佩怨毒地瞪视着他也毫无所动，姿态闲适优雅，笑容恬静。你等不到殿下了，殿下在别院养了好几个美人，他到那里去寻欢作乐了。那地方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，你刚才派去报信的人是找不到他了，想必此刻他正在醉卧美人膝呢。双佩停止挣扎，瞪着充血的眼球，恨恨地盯着王瑟。也或许能够找到，但殿下一定不会来。这天底下谁敢违逆陛下呢？与其当面看你死，不如眼不见心不烦。他这个人有多势利无情，你不是不知道，看看我，不也一样？双佩闭上眼睛，落了气。王瑟俯身擦去他眼角滑落的2滴泪水，顺便摸了一下颈动脉，确认人确实死了，才又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往外走。有用时珍之重之，无用时弃如敝履。错过一次，就再不能回头了。哎，皇子妃，这孩子怎么办呢？交给您看顾着行不行？王瑟毫不理睬，走回自己的居所，便命人把门紧紧关上，坐下来好一阵咳嗽，擦去唇角的血迹，堆满笑容去寻裴润。母妃抱抱。润儿，这回可好，暂时没人能和你争了。与此同时，二皇子走进别院，有悠扬的琴声自房内传出。吵死人了！再怎么学，也不会成为裴荣。看殿下这暴躁驴样儿，是没得了好。你说什么？敢再说一遍？不敢。您是皇子，天皇贵胄，微臣不敢。不是裴荣，那天夜里劫走葛东野的人不是裴荣。葛东野是盐运司的一名小官，却是他们的重要棋子。葛东野这些年便是窝在盐运司，趁隙倒卖私造的盐引，以便从中谋取巨额利润。不是裴荣，能是谁？真不是他。我亲手用剑刺进那人肚腹，剑上有血，伤口必然很深。只才几天功夫，他便是神仙也不能行动如常，甚至跳起来拿剑矢打我吧。那可不一定。裴荣此人自来性情隐忍，指不定一直强撑着呢。你没有折回去看？哼，你当我和你一样蠢吗？我不但回去看了，还特意找了人问，裴相光好着呢。因为抓了你犯蠢派去的3个蠢货献给陛下，陛下还特意赏了他家闺女1箱子内造玩具。袁知恩亲自送去的，还派了老白去给他爹看病。老白只会内科，不会外伤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认为账册一定藏在裴荣家里？这不对，就算当天晚上被刺伤的人不是裴荣，这事儿也和他脱不掉干系。你找来问的人是谁？怎么说的？你莫问这些。总之是很可靠也很能干的人，他提供的消息不会有误。二皇子不愿说出沉香的事，挥手命人收拾好屋子，送上热酒菜，亲手持了鸳鸯壶给裴阳斟下一杯慢性补酒。喝吧，能吃之喝之时，且及时行乐。过了今日，尚且不知明日如何呢。
裴阳不疑有他，与他碰杯之后，喝尽杯中之酒。殿下也太丧气了些，多大的事儿，该清理的已然清理干净，光凭几本账簿和一个葛东也并不能说明什么。只要咱们攻守同盟，能奈我何？说的是，我是一定不会乱说的，就怕你走漏风声啊。我走漏风声？殿下是在开玩笑吗？你是陛下亲子，贵妃娘娘宠冠后宫多年，就算犯了错，陛下也不会把你如何，最多训斥一顿了事。我就不一样，乱臣贼子，全家被灭也是可能的。我会乱说？不会。万一你和福王叔为逃避罪责，把事儿全推到我们母子身上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不会不会，殿下且120个放心。裴阳说到这里，看着手中芳香四溢的酒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放下酒杯，起身道：我突然想起来家中有事未了，这就得走。什么家中有事未了？你是不敢喝我给你的酒？你瞧好了。二皇子冷笑着，将给裴阳的第2杯酒端起，一口饮尽，亮出杯底。看清楚了吗？第1杯有毒，第2杯无毒，他要裴阳死得神不知鬼不觉。殿下多想了。裴阳一一到底，始终不肯留下来，急匆匆地走了。二皇子扔掉酒杯，靠在桌案上，一脸溃败。殿下，双佩姑娘生产，使人到处寻您呢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4日你与皇子妃去安乐侯府探病时便发动了的。二皇子便想着，妇人出产花的时间会很久，自己回去也不过干坐着而已，不如迟些再回去，趁这会儿做点有用的事才好。于是命令小厮叫了几个得力的幕僚门客进来，共商大事。待得诸事商定，最新消息来了，说是双佩已死，宫中派来的嬷嬷已然回宫复命，留下一个新生女婴，请她回府主持大局。二皇子心中烦躁不堪，有心逃避，却又知道自己逃不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赶回家去。但见双佩院中哭声震天，伺候的丫鬟婆子围着一具尸体不知所措，新生女婴却是不知在哪里。于是匆匆看了双佩一眼，命人将女婴抱来粗略看过，便丢给乳娘养着。皇子妃呢？便有人将王瑟之前的作为说给他听了。二皇子不由勃然大怒，醉意交织着恶意，拿着长剑冲到王瑟房中，但见王瑟坐在妆台前认真梳妆打扮，穿的是尚未成亲之时的少女装扮。衣不如旧，人不如昔。殿下妾身近来消瘦的厉害，日夜咳血，头发也是一把一把的掉。您瞧，不过梳个头发便掉了这许多，不得不用假发撑着，才能勉强见人。我们为何走到这一步呢？我一直没想明白。明明从前殿下非我不娶，为此不惜等我多年，我一直以为您是真心的，没想到这恩爱转瞬而逝，譬如朝露。是你不贤不忠，你早知你父亲不许兄长帮我，却只字不提。你贪恋荣华嫁了我，却又嫌我没有裴荣有才貌，几次三番心生二意，想要与他勾搭，勾搭不成，又与裴阳狼狈为奸，一起算计我。殿下，何出此言？我并不知道父亲不许兄长帮你，更不曾与裴阳一同算计过你。什么狼狈为奸？哼，最毒不过妇人心，到了此刻还敢否认？人证物证俱全，难道我还冤枉了你？你敢说没有想过与裴荣再续前缘？一次不忠，次次不忠，你这个水性杨花、无德恶毒的女人，
逼死双配，算计夫婿，你哪里配做皇子妃？二皇子越说越气，举起宝剑往王瑟身上狂抽过去。王瑟并不求饶，冷漠地注视着他，淡淡笑道：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惯会欺负妇孺弱小。双配是我逼死的吗？分明是你自己作死的。要他死的是陛下，你心中不平，何不去寻陛下？你对他有情，你不贪恋荣华富贵，何不与他双宿双飞？非要用尽心机求娶我这个大学士之女，不过是母家无力，想从戚家借力而已。可惜似你这般愚蠢薄情，便是给你10个大学士之女为妻，你也照样登不上那个位子，只会把路越走越窄，最终天怒人怨，人憎狗厌，不得好死。二皇子被他撕去面皮，越发愤怒，加之这几天遭遇到的各种事情，压力太大，只想找个口子发泄出来，于是举着那把剑疯狂地抽打王瑟，不知停手。直到有人冲进来紧紧拽住他，大声哀求苦告，他才恍然惊醒，停手。而这个时候，王瑟早已伏倒在地，不会动弹了。有大胆的侍女上前轻触王瑟鼻端，皇子妃没了！胡说！他在装死，他装的。我就是轻轻碰了他几下而已，怎么可能就死了？王氏，不贤不洁的妇人，奸诈恶毒，死有余辜。看在岳父和孩子的面上，我暂时不和你计较。哼！二皇子一甩袖子，大步离开，走到外间，冷风乍起，几点冷雨打在脸上，所有醉意尽数消散殆尽，整个人出了一身冷汗，双膝一软，跪倒地上。完了，我竟然亲手杀死了王瑟，完了，父皇一定不会饶过我的，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情，一定不能。二皇子挣扎起身，冲回去，嘶哑着嗓子命人将王瑟身边知情的士人尽数绑起，扔到屋内，关紧房门，趁着夜深人静好掩饰，浇上油脂，做个走水的现场，想要一把火烧尽罪责。小皇孙呢？哪里去了？便有人想要入内去寻裴润，二皇子却是一味装醉，迟迟不肯下令灭火救人。倒也不是他非得让那孩子死，但若是灭火救人，走漏了王瑟被他活活打死，并且焚尸灭迹的事怎么办？所以这孩子是福薄命短的，才生下来他就知道了。哎，夫人，咱们家后门发生了一件稀罕事儿。什么稀罕事？一个穿着锦缎棉袄、瘦瘦小小不过1岁多的小男孩坐在安乐侯府后门外的墙边哭个不停，嗓子已经哭哑。周家的抱起来仔细端详，一时也认不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只好苦笑道：夫人您瞧，这事稀罕的啊！先抱进去，哄他别哭，给他羊乳吃，带他睡觉，等到天亮再说。咸鱼被生活的严严的想流泪了呢。这都是些什么破事儿啊，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因这孩子来历不明，近日的事一件接一件，不是太平时候。谭悠悠严令府中众人将嘴闭紧，不得乱传乱说，违者一律家法严处。裴荣一味只是昏睡，对这些事一无所知。谭悠悠躺在床上眯了会儿，天刚亮就惊醒了。夫人啊，昨夜二皇子府走了水，听闻二皇子妃和小皇孙一并没了，这事闹得极大，宫里都被惊动了。果然呢，谭悠悠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生活到处是惊喜。他先去看那小男孩，大概是心理作用，居然从那张小小的脸上看到了王瑟和二皇子的影子。这孩子太娇气了，羊乳不吃，米粉不吃，蛋羹不吃，
非要吃人乳。先给他找个乳娘应对着。谭悠悠耷拉着眉眼，有气无力地走到裴荣床前坐下，撑着下颌盯着他看。不过看了片刻，就见裴荣两道浓眉动了动，跟着人就醒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就醒了？我没吵你啊。你这样盯着我，我能不醒吗？昨天夜里，二皇子府走水，二皇子妃没了。如此也好。说是裴润跟着一起没了，但是咱家昨夜在后门外捡到一个孩子，我瞅着就是裴润。裴荣再次目瞪口呆，嘴唇不停翕动，欲言又止的。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别在心里不好。不是我没答应过替他养孩子，我很久没和他见面了，真的。我知道，我是在想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把锅丢给陈二哥。对，死贫道不如死道友，就这样定了。解决了棘手的问题，裴荣松了一口气。然则始终是死了故人，且是以这样凄惨的方式死去，难免颇多唏嘘，并不是很想说话。他决定帮助裴校长调节心情。总这样躺着可不好。我听钱淑仪说了，见过类似的伤者，觉得自己受了伤必须静养，就一直躺着不动，结果嘛，肠子粘连在一起了还有里头堵塞了，从此不通气不通便，长得跟个孕妇似的。想要我做什么明说吧。来，夫君，把你的手交给我，让为妻扶你散散步，往正院走一走，看看老爷子，省得他突然想起来闹着要找你。裴荣看着他那条和自己比起来绝对称得上细弱的胳膊，忍不住莞尔一笑，果真将手递过去。小心些，钱守义说了，若是伤口再崩开，他就阉割了我。可以啊，果真如此，倒是省了不少麻烦。胡说八道，口无遮拦。这次一定是个小子，咱们好好养，将来让他护着轩轩。谭悠悠非得和他作对。可我觉着还是个闺女，要是俩闺女打架，你向着谁啊？以理服人。但有时候不能完全讲理的，还得以情动人啊。是二女的错，但她年纪小不懂事，哭得哇哇哇的特别可怜，骂她不忍心，对不对？想让长女让一让，但长女站这里，同时也很委屈，还很较真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谭悠悠沉默片刻，大笑出声。你笑什么？有这么好笑？谭悠悠一边擦去笑出来的泪，一边拍他的肩膀。恭喜夫君，可以出师了。皇子府才出这样的惨事，你就笑成这样，怕是不太好啊。说的是。谭悠悠收起笑容，沉痛地走进正院，给闻声而来的裴老爷行礼问安。公爹昨夜睡得可好？早饭进得可好？安康吗？儿媳妇儿，大清早的为何沉着脸？夫君不许我笑。我儿既不许你笑，定是有他的理由，是吧？我儿这是才从宫中回来啊，看着清简了，脸色也不太好，要多吃多休息。儿媳妇儿，你多辛苦些，后宅的事别让男人操心。我不在家这几日，多亏轩轩她娘操持家务，她也实在辛苦，这么多事独自担着，还怀着身孕。快别累着了。谭悠悠毫不客气地坐了，裴荣也跟着自己寻了地方坐下。裴老爷完全沉浸在我儿有出息，光宗耀祖，深得帝宠的欢喜中，然而说的却是自己如何做噩梦，如何被吓到的事。说到激动处，还去拉裴荣的手各种甩。夫君，我记得你今日还要入宫，时辰怕是差不多了啊。
李姨娘心里有数，帮着打掩护，夫妻二人这才顺利逃出正院。从今往后，你从父亲这里受的委屈，我10倍100倍补偿给你，好不好？夫君的意思是说，公爹骂我一句，我可以骂你10句100句？谭悠悠不正经的胡扯着，将伤员安置妥当，准备开始折腾吃喝、逗猫喂鹅、逗弄孩子，以及养自家肥膘的一天。夫君，我刚刚逃过一大劫，全凭个人出色的机智和聪慧，以及高超的判断力，还有细致入微的观察，极高的警惕性。才出城门没多久就遇到了裴阳，他上来纠缠，说是我们两家有误会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想和我谈谈。然后呢？请问裴夫人如何发挥个人出色的机智和聪慧，以及高超的判断力，还有细致入微的观察，极高的警惕心？我一看他就是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的倒霉样子，觉着还是躲避为妙。这边一句话都没多说，瞅着机会就折身跑了。果不其然，只是一会儿功夫，他就大口呕血，摔下马背。怎么样，夫君，我厉害吧？裴荣没出声，只放下书本朝他伸出双臂。谭悠悠靠过去，裴荣便将他轻轻拥在胸前，亲吻他的发顶。上天保佑，上天保佑让我遇见了你，这辈子娶到你真好。你从前不是很嫌弃我吗？难道你不嫌弃我？我没有，你冤枉我。是我冤枉你。感谢夫人不嫌弃为夫迂腐古板，事儿多。嗨，做人嘛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都是人弯腰迁就世道，没有世道弯腰让人的，是吧？夫君要是觉着我说的不对，可以批评指正啊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虽然你的脚很臭，为夫也认了。谁的脚臭了？我的脚不臭。夫人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裴荣忍着笑，慢慢溜进被窝里，假装伤口疼。哎呦，好痛好痛，怕是刚才气着了。哼，今晚的鱼片粥没了。谭悠悠知道他在装，气呼呼地往外走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！身后传来裴荣的呼叫声。谭悠悠昂首挺胸往外走，唇角控制不住地往上翘。裴荣式的幽默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始终和从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未来可期。次日，福王世子酒醉失足落水而亡。寿王让我告诉你，福王准备向陛下讨要体面，追封裴阳为郡王，并以郡王礼下葬，其妻闵氏为郡王妃，其女为县主。待丧礼毕，另择福王诸子之一为世子，承亲王爵，另选诸男孙之一过继为裴阳子，承郡王爵。荒唐！裴荣对于福王为裴阳请封郡王爵这个事儿挺激动的，回到内院和谭悠悠说起来，气氛溢于言表，还使劲儿地拍了一下桌子。对，实在太过分了，简直痴心妄想，贪婪卑鄙。咱们家只得一个侯爵，拼了命才保住，他家犯了大事，却想同时占着2个王爵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怎么不上天呢？是吧？倒也不是这么说，咱们家情况不太一样，能够这样已属侥幸。爵位虽然重要，平安康健更重要。咱们还年轻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夫君说得很对，夫君真有志气，夫君真睿智，夫君……好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，逗着我玩很开心吗？你咋这么较真到可爱呢？不是我较真到可爱，而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夫君慧眼如炬，一语中的。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光景，夫君应该更放松些。规矩在于心，而非流于表面。夫君大可再松快些。悠悠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容易满足？旁的妇人一心想要夫君出人头地，荣华富贵，
你却只想吃了睡，睡了吃，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夫君是在夸我吗？你觉着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我想生生世世都和你在一起。救命啊！裴荣被他惹得好气又好笑，趁机狠狠捏了他的丰盈处一把，美其名曰惩罚。侯爷夫人，老爷生了！乍一听就和老爷生了似的。哎，生了个什么？西北左参政。确切地说，是西北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，为西北行省主官布政使的副手，分管粮储、屯田、军务、驿传、水利、抚民等事。还好，我还以为一去就要挑大梁呢。哪有那么容易？要做掌柜，至少也得先做2年学徒啊。4、5年回不来吧？先做3、4年参政，再做布政使，随便搞搞，7、8年、10来年的光阴就没了呢。这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，别难受了。接连升官，多少人求之不得。且我问了岳父，他雄心勃勃，摩拳擦掌，一心就想做事，这也是求人得人。这么好的事儿，咱们得赶紧备一份礼过去恭喜恭喜。夫君提醒的是。谭悠悠忙着收拾礼物、银票什么的。若是岳父不收，你就说是给姨娘路上花用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爹不会不收的。今天夜里有事发生。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为何猜着会是今夜？看你这心神不宁的，我又不傻。那你不怕？怕了干嘛？我呀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傻大胆，睡吧，有我在呢。3更过后，一阵奇怪的声音呼啸而至，仿佛是风声、雨声，又仿佛是马蹄声、脚步声。裴荣放下书本，肃穆起身，推开房门，走到距离院墙最近的地方，屏住呼吸，细听静听。哎呀，侯爷，外面全是官兵，来了又去了，去了又来了，一波又一波。不慌，看好门户。这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夜，天空晴朗，月色可爱，就连夜风也带了些温柔。皇帝盘膝坐在软榻左侧，手握酒杯，将牙块和着琴音，轻击玉盘，半眯着眼眸，饶有兴致地看樊贵妃跳舞。一曲终了，他微微娇喘，笑着走向皇帝。爱妃真是不会老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发须渐白，身宽体胖，你却仍是当初的模样，果真是天生丽质。陛下，臣妾哪是什么天生丽质，还不都是靠着您的爱宠，无忧无虑，精心保养，才能有今日之模样。照你这样说来，都是朕的功劳。你这手快鱼片的技艺倒是越发熟练了，片得如同雪片似的薄，这蘸料也好吃。朕觉得普天之下，这一道菜没人能够超过你。那您总是想着吃宫外的小食。没人能够天天顿顿只吃一道菜呀，何况快鱼片生食，偶尔尝尝即可，多食不利养生。这些呀，都是臣妾亲手做的。陛下觉着与裴相光之妻谭氏所做的小食比起来，如何？各有各的味道，论起来，裴相光也算是侄子辈，谭氏算是贵妃的侄媳妇儿，你大可待她和气些。瞧陛下说的，就像臣妾苛待了他似的。要是您觉着臣妾之前做的不够好，那么过些日子他再生产之时，臣妾赐些好东西下去就是。您觉着如何？不知为何，朕突然肚中绞痛。陛下，怕是吃坏了肚子。皇帝嘶吼着，捂着肚子倒下，指着樊贵妃，目眦欲裂。你贱人，
是你，朕待你不薄，你怎么敢？陛下，臣妾也是不得已。说这些废话做什么？二皇子鬼魅一般从榻下爬出来，拿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张，匆匆忙忙去解皇帝腰间的丝章，要蘸了朱砂盖印。逆子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传位于我的旨意了。二皇子狞笑着，见皇帝不肯配合，举起拳头便要朝着皇帝的脸面砸去，不想嗖的一声轻响，一点冷光划过，一根弩箭正正射入他的肩头，疼得他一声惨叫，拳头擦着皇帝的鼻梁软软落下。呼啦一声响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月光照铁衣。无数披甲卫士自殿外涌入，将皇帝、二皇子、樊贵妃三人团团围在中间。刚还中毒将死的皇帝缓缓坐直身体。逆子，毒妇！陛下，陛下，求求您饶了我们母子吧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求求您看在臣妾伺候你多年的情分上，饶了我们吧！皇帝恍若未闻，更不曾回头，直到登上龙辇，他才淡淡道：袁半半，陛下，老奴在。朕给过他们机会了，但他们还是想要朕死。回房去，回房去！跟着就见一支燃烧着的火箭自墙外射来，哆的一声插在窗棂上，火和烟雾瞬间窜了起来。谭悠悠把嘴张成 O 形，还没有来得及表示他的震惊，更多的火箭又从外面射了进来。传说中的火箭，我管老人和孩子，你管外头。裴荣没多话，折身便走了。谭悠悠边跑边喊人起来灭火，等到把轩轩抱起，人也尽数起来了。灭火的、抢救金银细软的，各司其职，忙而不乱。忙着家里的同时，他还记得让莲枝去看裴荣那边的情况如何。侯爷坐在您做的那个什么瞭望塔上，指挥人打外头的反贼呢。反贼？这事就要散了？是呀，侯爷说了，很快就好。赶紧的救火去啊，都去东跨院救火。果不其然，火还没救完，外头已经散了。裴荣很快带着人加入救火的队伍，一通忙碌，到底东跨院还是被烧了大半。我以为夫君该夸我英明，为夫也认为夫人该夸我英明神勇，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指挥若定，这么快打走反贼的。我觉着咱们应该夸陛下英明，早有防范。夫人就凭咱们家这点人，能够打垮反贼，而且撤得这么快。也是，我得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裴荣走到司仪书铺门前。侯爷，您这是和人结了仇啊？小人方才打听了一回，听闻除了皇宫6部之外，就属寿王府和咱们这儿最激烈。按说陛下英明，防患于未然，不该有一番动乱。但是吧，不引蛇出洞，就不能知道哪些是蛇子蛇孙，不好一网打尽，对吧？对，一网打尽了吗？不好说，怎么着也得再等个3、4天吧。听说福王自刎了呢，临死前一把火烧了福王府。这要戒严，府上吃食够吗？若是不够，小人这边能想办法。够了，毕竟家里那位爱吃，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吃食。哦，爱吃能吃是福啊。侯爷回去吧，非常时期男人不在家，女人心里慌。也是。夫人，看着打扮像是最官家眷呢，可怜，有好几个女子外衣都被扒了，只穿着里衣，这么冷的天。这几天，但凡与福王府交好的官员都没跑掉，男的被羁押在狱，家眷则是看男人罪行轻重，一些被封在家里，一些被缉拿下狱。耶，好像是福王府的女眷。还有那个女的，夫人，像是福王世子夫人。只见2个王府下人抬着个担架
担架上头躺着个人，用薄被盖着，露在外头的头脸十分吓人，被烧得血肉模糊的那种。谭悠悠乍然看到，吓得心口狂跳，忙着把头缩回去。都怪奴婢不懂事，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安乐豪夫人，安乐豪夫人，可怜可怜我这可怜的孩子吧，他是无辜的。跟着哭喊声四起，婴儿哭，女人哭，还有打骂声不绝于耳。谭悠悠心中微动，示意柳枝让开，再次往外探望。白夫人，白夫人，求求您救救我们母女！我是闵氏，您见过我的，在寿王府的宴席上，我没做过坏事，真的，救救我们呀！我的孩子一天没吃东西了。谭悠悠叫了跟车的护院首领严百义过来，低声交代几句，又给了一定银钱。严百义应下，远远跟在闵氏等人身后，直到看着闵氏等人被赶进宗人府，这才去寻人说话，让给闵氏的孩子弄些吃食。庶人裴冕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父不慈，子不孝，没了。你这话反了，分明是子不孝，父乃不慈。只因陛下非是民间寻常之父，而是国家天下之父，若是待你太过仁慈，便是辜负天下人。二皇子神经质地笑起来，嘲讽道：他这般待你，你却随时随地的不忘替他争辩，所以说贱人就是贱人，永远都这么贱。昔年东坡与佛印对坐相视，东坡问佛印看到什么，佛印曰佛，问东坡见到什么，东坡曰愤。因你至贱至恶，故而看到世间全是贱与恶。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裴荣恍若未闻，起身离开。呸！不会有好下场的人是你。哼，你忙活了这几天，审了这么多人，就只问出这一点点东西？他让裴荣审讯与此谋逆案有关的人员，想要挖出更多的线索和相关人员，好施展雷霆手段，一网打尽，肃清严明。不想裴荣只给了他这么一份内容简单的卷宗，里头只牵涉到20来名主要人物，其余人等皆用为逼迫所致，颇为悔恨，一笔带过。听闻你的妻室谭氏十分同情逆王之孙女，曾使下人拿银子打通关节，给那逆贼之后米面汤食果腹。回禀陛下，确有此事。稚子无辜，臣妻才做母亲，生的同样是女儿，慈母柔情，遇到这般情形实在不能坐视不理，铁石心肠。也是因为陛下仁慈，臣妻才敢如此大胆妄为。少给朕戴高帽！你的意思是说，朕若是要追究这些为虎作伥的狗东西，也是铁石心肠，就是不仁慈。天底下最大的善，需要用恶来成就，同理，恶需用善衬托对比，方能彰显。你敢顶嘴？袁半半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个什么都不是的白衣竟敢和朕顶嘴，他是不是想着朕舍不得杀他啊？陛下息怒啊！你劝朕息怒，你是不是也认为朕错了？是不是也要和逆王逆子一起反对朕、谋害朕？袁知恩叹了口气，低着头跪下，还去强拉裴荣，示意他也跪下认错，别和皇帝死犟着了。裴荣却是岿然不动。陛下若是想要宁臣弄臣，外面大把都是，全不必让微臣做这些事。微臣是白衣不假，但让微臣御前讲经，奉密旨审问谋逆大案的也是陛下。你真是要气死朕！滚！谢主隆恩。裴荣利落地掀起袍角，3拜9叩，一丝不苟地行完了礼，这才却步退出。不识抬举，茅厕里的臭石头！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臭石头，还和石头计较什么呢？
陛下是圣人呐，圣人不能和不懂事的小人计较的。圣人，呵呵，父不慈，子乃不孝。为什么世间的人总是觉得别人欠自己的呢？朕生了他，所以活该欠着他。不还债的人是他，是他。皇帝独自坐了许久，将手撑着额头，疲累道：“把那份卷宗拿过来，就按照上面的内容结案吧。”哪份卷宗啊？当然是裴相光才送来的卷宗。就这样吧，到此为止。朕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是仁慈。至于记录在案的那20几个人，杀无赦，诛3族。